女人本打算跟闺蜜出来吃烧烤，结果竟被一个男人故意猥亵，搂住了胸。你有病吧！可男人还是不依不饶，不仅故意又拍了一下女人的屁股，而且还用脚猛地踢了桌子一下。神经病是不是？老板见状，连忙冲过来劝架。可男人不仅将老板也打了一顿，而且还让小弟将烧烤店给砸了个稀巴烂。我告诉你们啊，我叫郭耀阳。郭耀阳之所以敢在汉州横行霸道，全靠背后贺家兄弟撑腰，而贺家正是汉州最大的黑恶势力。不料他的嚣张彻底点燃了邻桌男人的怒火。不过男人却并没有立即动手，而是等郭耀阳带着手下出去后，他便立马拿着锤子跟了上来，二话不说对着几人的身上哐哐就是一顿锤，吓得郭耀阳立马就报出了自己的名号，名气挺大呀。郭耀阳在连续被打后，才终于知道苏洪宝曾是马金的得力手下。那么刚出狱的苏洪宝，要是得知马金被害死后，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其复仇呢？问你个事儿啊，哎，哥，那赌档都你开？要知道这赌场可都是马金曾经的产业，现在在苏洪宝的眼里，无论谁接手了赌场的生意，那么他就一定能帮自己找到马金。然而让苏洪宝怎么都不会想到的是，他苦苦寻找的马金，其实早就已经成了贺家兄弟手下的亡魂。可被打的郭耀阳却丝毫没有明白对方的意思，居然一口咬定赌档就是自己开的。你一人开的？对，都是我开的。虽然苏洪宝知道马金已经跑路，但他能肯定的是，马金绝不会将自己的赌场交给郭耀阳这样的人，于是便立马又给了郭耀阳一锤子。我帮贺刚开的。他一人开的？不，贺彪、贺刚他哥俩吗？马金是谁知道不？马爷吗？啊，原来那赌档是马爷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成那贺彪、贺刚的了。苏洪宝眼看对方只是个小卡拉米，于是便也收起了手中的锤子。可他蹲了10几年大牢，踩了10几年缝纫机，早已跟社会脱节，找马金堪比大海捞针，便打算让郭耀阳帮忙打听马金的下落。在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苏洪宝也起身选择了离开。然而苏洪宝之所以一定要找到马金，其实是因为他在狱中得知马金的手下老林并没有死后，便打算通过找马金的方式慢慢的接近贺彪。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半路竟遇到了曾经抓他入狱的麦洪超。不过他却一点也不恨对方抓过自己，而且还主动要求跟对方喝一杯，只因之前麦洪超当警察时带他到医院见了重病的亲爹最后一面，并且还帮他将老人带回老家落叶归根。密码是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给老爷子传我授意，这事儿我记一辈子。可麦洪超却想他以别的方式报恩，毕竟当初苏洪宝就是帮马金顶罪才进的监狱，现在马金已经下台了，所以他希望苏洪宝能说出马金背后的人到底是谁，因为他一直觉得当初的徐立案跟师弟胡小月跳楼案都跟这个幕后的黑手有关。苏洪宝闻言当即便劝麦洪超，既然都已经不是警察了，就没有必要再追根究底，否则到时候自己怎么死的都会不知道。你的债是债，我的债就不是债了。徐丽、小月2条命啊，这个债我得讨吧。于是无奈的苏洪宝也只好说出了自己刚刚在郭耀阳那里得来的线索，并告诉他贺彪两兄弟很有可能会成为取代马金的下一个傀儡，只是他也一直都没有见过幕后的人，所以他也不知道这幕后的人到底是谁。起初苏洪宝本以为麦洪超最多就是让警方调查贺家兄弟，绝不会影响自己的计划，可结果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秦风知道这个线索后，当即便带着同事来到了贺彪兄弟所在的会所。2位警官来查案呢？查什么呀？都下班了，来玩一玩。虽然贺彪一时之间猜不出对方的用意，但是也不得不给他们找了个大包间陪酒，却殊不知秦风这样做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因为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他的赌场。另一边，警察很快就将他们的赌场给包围了，并且在里面发现了郭耀阳还没来得及洗白的黑钱。果然很快，贺彪这边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彪哥，我是耀阳，不好了，警察来这儿扫赌了。好。